沒錢的時候一定要記住溫州人賣包子的一個思維，因為這是我們所有普通人能夠翻身的唯一一個真實路徑和一個寫照，也是最賺錢的一個底層的邏輯吧。今天給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溫州的4個姐妹同樣用1000元起步，1年後她的收入卻是一個天差地別的一個經歷。這個故事會徹底改變你對這個賺錢的認知，相信也會對你有所啟發。話說去年的春天，溫州的一個王大媽，她做了一個決定，就是把她的4個女兒叫到跟前，每個人給了1000塊錢，說你們都是成年人了，媽呢也不指望你們養老，但是給你们1000塊錢的創業啟動資金，1年後看看你們到底混成了什麼樣子。4個姐妹在面前就是相覷，但是呢都接下了這個挑戰。讓人最没想到的是，短短的1年時間，同樣的起點卻走出了4條截然不同的財富之路。我們先講第一個，老大。這個老大呢，他是特別的老實的一個人，拿着1000塊錢去買了一個小推車，買了麵粉和餡料，每天凌晨4點起床和面、剁餡、包包子，6點準時出現在了小区門口，然後在那喊新鮮出爐的大肉包1塊5一個。老大的吆喝聲都成了附近居民小區的一個鬧鐘。他的手藝確實不錯，每天呢能夠賣出300個包子，算下來1個月月入13000左右。但是問題很快就來了，去年的冬天，這個老大重感冒，3天沒有出單，結果呢第4天他的老顧客就被別的包子攤給搶走了。更糟糕的是，長期的彎腰勞作讓他患上了腰間盤突出，醫生警告他必須休息，不能長時間勞作。老大紅着眼淚汪汪地說道，我現在才知道光靠手藝和體力賺錢真的會累死人的一天不收入一天不幹活就沒有收入，這哪叫創業，這簡直就叫高級打工仔。老大走的這條路叫做勤勞致富的一個困局。再說老二就完全不同了哈，他拿着1000塊錢不是去買面肉和粉而是租了一輛這個2手的小貨車，每天早上5點鐘他跑遍了全城20家包子鋪，以每元1個包子1元的價格回收掉這個包子，然後呢加價5毛賣給寫字樓和工廠的食堂。老二說我算過了，一家包子鋪最多能做200個包子，但是一個工廠的需求就需要500個包子，與其自己累死累活，不如做一下資源整合。果然他很快就簽下了3家這個工廠的早餐供應合同，每天穩定的出貨將近有1000多個包子，月入呢也是輕鬆的突破了4萬塊錢。更奇妙的是，下雨天他是照樣賺錢的，因為包子是別人做的，他呢只負責開個車去配送而已。所以呢，老二走的路子叫做中間商的智慧。再看老三，他的做法更讓人窒息大跌眼鏡。他直接找到了某電子廠的食堂的一個經理說主任，我們的包子比市場價要便宜3毛，但是需要月結。食堂當然不幹萬一你跑路了怎麼辦，對吧？這是正常的顧慮。那老三呢，早知道會出現這種問題，然後呢他就拿着大姐的攤位和二姐的供貨的這個合同我的2個姐姐就是幹這行的，我拿他們做一個擔保。結果呢拿到了20萬的一個預付款後，老三幹了一件大事，他把整條小吃街10家包子鋪的一個產能全都給包圓了，統一配送，統一品牌，最後呢自己啥也不幹，月收入淨入8萬元。這叫做什麼？槓桿原理，用別人的錢做生意，用別人的勞動去賺錢。現在的預制菜、团餐都是这個玩法。所以呢，老三走的是資本遊戲的玩家。咱再說到老四，最絕的就是老四，他看到他3個姐姐都在這麼拼了命的折騰包子行業，他直接去接了一個麵粉廠。廠長，我給你介紹穩定的客戶每袋麵粉提成5毛錢。轉頭呢又找到了這個肉聯廠，
張總啊，我認識到這個包子鋪每天呢需要半噸肉啊，你給我8個點的提成就可以。這樣呢，老四一個包子都沒賣，光靠這個牽橋搭線引路，月收入輕鬆突破15萬元，比他這3個姐姐加起來還要多得多啊！而更在籌備的是溫州包子鏈一個供應鏈聯盟，要打通上下游的全產業鏈。所以呢，老四走的路叫做资源前客的降维打击。4姐妹做的事情就是活生生的现代的商業思維的一個進化史。老大代表的是體力的勞動階層，靠時間和手藝換錢。老二進入了資源整合圈層，賺的是信息差和效率差。老三玩的是資本運作，用金融槓桿放大自己的收益。老四是貼合到一個產業鏈的一個頂端，叫做資源分配者。就好比現在大家在下象棋，有人永遠琢磨該怎麼走卒子啊，但是有人已經在布局車馬炮的配合，而高手呢，早就在如何思考讓整盤棋都為自己所用。那麼普通人應該如何破局呢？其實就3點：第一，跳出執行層，不要永遠做自己包包子的人啊；第二，發现连接的一个價值。比生產更重要的是知道誰需要什麼。第三，善用槓桿，資金槓桿、人脈槓桿、資源槓桿，包括現在做互聯網的流量槓桿，對吧？記住，當今社會最賺錢的，它不叫本事，不是你會做什麼，而是你知道讓誰該做什麼。就像老四說過的一句話，我賺的永遠不是包子的錢，而是知道誰需要包子和誰需要麵粉，誰需要肉的這個信息的錢。那麼下次在你準備做生意親力親為的時候，不妨先問一問你自己，這件事我能不能讓別人去做？我能不能只做當中最關鍵的一環？這個時代，勤勞當然能夠致富，勤勞當然也值得被尊敬，但是思維的升級才是能給你帶來財富的一個本質的躍圈啊！看完這4姐妹的故事啊，你現在是處於4個姐妹當中的哪一個階層當中？歡迎評論區分享個人的感悟。